很多開 Toyota 油電車的車友都知道，當初買車就是看中動能回收系統這個省錢神器，因為大部分減速都是靠馬達在抓，剎車皮根本磨不到。在台灣社團裡，常常看到有人發文炫耀自己開了13萬。16萬公里，原廠剎車皮居然還厚得跟新的一樣，大家都覺得賺到了，這確實沒錯。神車的油電剎車技術真的沒話說，又穩又耐操。但你知道嗎？這背後其實藏了一個讓台灣車主集體踩雷的保養大坑。就因為動能回收太強大，日常減速幾乎用不到傳統剎車，很多車友就理所當然覺得，那剎車系統應該就不用管它了吧？結果大家都忽略了台灣有多潮濕，碟盤生鏽、卡鉗、倒銷、卡死，還有剎車油瘋狂吸水變質，這些毛病都在你看不到的角落悄悄搞事兒。這真的是台灣民間保養廠最常遇到的瞎事兒。很多車友定保時機油換得很勤，輪胎對調也有做，但就是覺得剎車不用花錢，理由很簡單啊，剎車皮就還很厚啊。結果車子頂起來一檢查，直接傻眼，剎車皮確實像剛出廠，但碟盤早就生鏽到滿是鐵鏽、吃單邊，卡鉗倒銷也因為太久沒動，直接卡死，更不用說剎車油，不知道吸了幾年的台灣水汽早就黃掉變質了。這時候車友的標準反應通常是：不是啊，老板，我剎車皮根本沒磨到，剎車怎麼可能會壞？答案很簡單，這也是大家最容易被騙的盲點剎。車皮很厚，只代表你還有來令片可以用，完全不代表你其他剎車零件是健康的。动能回收本身是好東西，但它壞就壞在保護色太好，因為太少用到機械剎車，導致生鏽、卡死這些毛病被一路隱藏，直到哪天你突然要急剎發出異音，或是去驗車才發現，到時候真的就是花大錢修大條的了。不過大家先別慌，這絕對不是什麼設計瑕疵，它只是在提醒我們，想養好 Toyota 的油電車，你的剎車保養觀念真的要徹底翻轉一下了。只要你搞懂這套系統的脾氣，你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個全台車友最常犯的錯誤會讓你平白無故噴荷包，而我們平時定保又該怎麼防範。要搞懂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得先來拆解一下 Toyota 這套油電剎車到底是怎麼玩的。當你踩下油電車的剎車踏板時，電腦第一時間其實完全沒有叫剎車皮跟碟盤去咬合，那它是怎麼慢下来的？答案就是动能回收。這時候車上的馬達會瞬間变成發電機，把車子前進的慣性直接轉成電能，然後一路回充到後面的高壓油電電池裡。也就是說，它把本來会变成廢熱浪費掉的能量通通攔截下來。這就是為什麼油電車可以這麼省油的秘密。所以在一般正常駕駛下，動能回收幾乎包辦了你大半的減速工作。至於傳統的機械剎車，也就是你的剎車皮、碟盤跟卡鉗，通常只有在時速低於10到25公里以下，快要完全停下來的時候，或是你遇到突發狀況，一腳急剎踩到底的時候，他們才會心甘情願出來上班。這就是為什麼神車油電車的剎車皮會長壽到讓人傻眼。一般的傳統汽油車差不多開個5到10萬公里，剎車皮就磨得差不多該換了。但油電車主隨便一開就是13萬公里起跳，原廠來令片還厚得跟什麼一樣。不過這一天大的優點背後其實是有代價的。傳統的機械剎車在設計上本來就是要常常拿來磨的，每次剎車皮去狠狠咬住碟盤的時候，產生的摩擦高溫會順便把水汽蒸發掉，磨掉表面薄薄的生鏽，而且一收一放之間也能確保卡鉗作動順暢，不会卡死。但現在因為动能回收搶走了大部分的工作，傳統剎車這種自我清潔、自我保養的機會直接少掉一大半。剎車皮雖然省下來了，但碟盤跟卡鉗因為長期處於失業狀態，反而更容易因少用而慢慢老化，甚至壞掉。這就是全台這麼多油電車主集体翻車的原因。大家一看到剎车皮还很厚，就直覺以為整套剎車系統都像新車一樣完美。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這種美麗的誤會是怎麼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悄悄搞事，最後演變成讓你小朋友瘋狂出走的生鏽、卡死，還有那些貴到讓你叫媽媽的維修賬單。關於 Toyota 油電剎車，大家最容易被洗腦的迷思就是剎車皮沒磨損就代表不用保養。但現實是，當你的剎車皮撐了好幾年都沒換的同時，其他剎車零件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悄悄死給你看。因為機械剎车太少出來刷存在感，没辦法產生足夠的高溫來蒸發水汽，時間一久，整套系統就開始生鏽，首當其衝的就是剎車碟盤。只要缺少定期的機械剎車摩擦，在台灣這種潮濕天氣，碟盤表面很快就會從薄薄的浮鏽演變成嚴重的生鏽腐蝕，導致你踩剎車時開始抖動，出現吃單邊的咬合坑洞，最後剎車皮還沒換，碟盤就得先報廢，再來剎車卡鉗也逃不掉。卡鉗裡面的作動導銷非常需要定期作動和潤滑，
如果因為動能回收讓它長期閒置，裡面的潤滑膏就會乾掉，最後導銷直接生鏽卡死，造成剎車皮異常偏磨，甚至連帶把碟盤也一起夾壞。還有一個大家最常忘記的隱形殺手就是剎車油。剎車油這種東西本來就會隨時間自動吸收空氣中的水汽，如果你因為覺得剎車沒事兒就一直不換它，裡面的水汽就會讓整個油壓剎車系統內部開始鏽蝕。如果狀況嚴重的話，這些鐵鏽和水汽會直接廢掉你的 ABS 剎車總泵、剎車作動器。要知道，這顆電子油壓總泵可是整台車剎車的大腦，不管是防鎖死 ABS、循跡防滑、動能回收跟機械剎車的切換，通通歸他管。這玩意兒也是整套剎車系統裡最貴的零件，在台灣原廠換一顆，隨便都要花上4到10萬台幣。真的會讓你修到懷疑人生。另外，很多車友去檢查也會嚇一跳，為什麼有些 Toyota 油電車後剎車皮竟然磨得比前剎車還要快？這也是為什麼定期把車頂起來檢查會這麼重要的原因。Toyota 的油電剎車系統雖然神，雖然耐操，但動能回收真的太容易掩蓋傳統機械剎車的慢性老化了。你可能看着剎車皮還很厚，心裡覺得很穩，但其他零件其實早就已經到了退休年齡。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有幫你打通油電保養的任督二脈，記得幫我按個讚並訂閱追蹤，這對我們的頻道很有幫助，也能讓我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超實用的 Toyota 油電養車全攻略。不過大家也別太擔心，好消息是要預防這些問題其實超級簡单，而且花不了多少錢，只要養成幾個保養小習慣，就能保護好你的整套剎車系統，順便幫你省下動輒幾萬塊的冤枉維修費。第一點就是剎車油，剎車油本來就會自動吸水，加上油電車的機械剎車很少大腳踩，產生的熱能不夠，導致吸進去的水汽更容易一直留在系統裡面，所以強烈建議每3年左右就要定期更換剎車油，這是最簡單最省錢的方法，可以大大降低內部生鏽的幾率，保護好刚刚提到那顆貴桑桑的 ABS 剎車總泵。第二點，偶爾要讓機械剎車出來活動一下筋骨，這不是叫你去飆車或是路上亂緊急剎車而是你在日常開車時找機會踩幾下比較深比較扎實的剎車，這樣做就足以產生熱能，幫你把碟盤表面剛長出來的浮鏽磨掉，也能讓卡鉗順暢作動，不會卡死。第三點，定保檢查要做到位，每次保養時光是透過輪框用眼睛去描剎車皮剩多厚，這是絕對不夠的。一定要請師傅把輪胎拆下來，好好檢查一下卡鉗導銷有沒有乾掉，碟盤有沒有吃單邊生鏽，還有測試一下剎車油的含水量，在導銷剛變乾或是生鏽剛露頭的時候就先處理，絕對比你後面去換整顆卡鉗跟碟盤還要便宜太多了。特別是我們台灣身處典型的高溫高濕海島型氣候，有些車友又住在靠海的鹽分區，或是常跑山路，遇到下雨，在這種環境下，金屬生鏽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快，所以這些檢查真的省不得。講了這麼多，最核心的觀念其實就一句話，千萬不要只看剎車皮還很厚就覺得剎車沒事兒。Toyota 的油電車完全有可能出現剎車皮厚度100分，但其他零件早就已經默默的內傷的狀況，只要時間到了就換剎車油，偶爾大腳踩幾下剎車讓它清一清，定保時請師傅拆輪胎好好檢查，你就能讓這套神車的油電剎車系統順順開個10幾年都沒問題。不過最後還有一個最關鍵的理由，也是為什麼這些保養非做不可的原因，而正攸關到當動能回收系統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瞬間失灵的那段危險瞬间。有一個殘酷的現實是，每個 Toyota 油電車主都必須牢牢記住的，動能回收系統並不是24小時都在線的。相信很多車友都有經驗，當你開了一段很長的下坡路，油電大電池早就已經充飽了，這時候系統就會限制，甚至直接關閉動能回收，因為電池再也塞不下任何電能了。這時你就會聽到引擎很大聲的在拉轉做引擎剎車。另外一種狀況更致命，就是在遇到緊急狀況需要一腳死踩的急剎時，電腦為了要在瞬間提供最大的制動力，也会第一時間把發電馬達踢一邊，全權交給傳統的油壓機械剎車來處理。發現了嗎？在這兩種最關鍵的時刻，你的車子基本上100%只能依賴那套傳統的機械剎車。如果這時候你的碟盤早就生鏽吃單，邊卡鉗也卡死，作動不良，甚至剎車油早就吸饱水汽，沸點变低，這些平常你看不到的隱形毛病，就會在這一瞬間變成要命的安全炸彈。最諷刺的是 ，Toyota 確實打造出全天下最厲害、最不容易壞的油電剎車系統，但妥善率高，絕對不等於不用保養。動能回收雖然幫你省下了大筆的剎車皮費用，卻也像個護航的豬隊友。
幫你把其他剎車零件的慢性老化通通藏了起來。所以最聰明的養車策略其實最簡單，時間到了就乖乖換剎車油，偶爾大腳踩幾下剎車，幫碟盤清一清。而且定保時一定要請師傅整套剎車拆下來檢查，絕對不要只瞄一眼剎車皮就交車。現在花點小錢做預防性保養，不只可以幫你省下後面好幾萬塊的維修費，最重要的是能在你最需要它的關鍵一瞬間保住你跟家人的安全。如果這支影片有幫你解開對油電剎車的誤解，別忘了幫我點個讚並訂閱分享出去。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